晚间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我是鬼影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你相信吗？在城市最不起眼的角落里，总有些摊子不是为人开的。我本来也不信，直到那天晚上，我亲口吃了那份盐酥鸡。那天是礼拜五，公司临时赶一份设计专案，我加班到凌晨1点半，整栋大楼的人都走光了，连保全都趴在椅子上打盹。我揉着干涩的眼睛，拖着酸痛的肩颈走出办公室，一股强烈的饥饿感袭来。地铁早就停了，我想找点东西吃，只能靠外送或便利商店。正当我掏出手机的时候，我听见了一个奇怪的声音，像油锅滋滋作响的声音。那声音从大楼旁的小巷传来，我愣了一下，居然闻到空气里飘来炸物的香气，是盐酥鸡的味道，熟悉的让我一瞬间想起大学下课后站在夜市摊前等餐的画面。可问题是，我在这里上班2年了，从来没有见过巷子里有摊贩。那条小巷平时黑得像吞人的洞，哪里可能有人摆摊？但那股香味太真实了，太诱惑了。我弯进巷子，越走越深，直到看见一盏微弱的煤油灯下有一辆老旧的摊车，车身斑驳，油漆脱落得像掉皮的蛇。摊子后站着一名老板，戴着斗笠，脸几乎被斗笠的阴影遮住，只能看到他皱巴巴的下巴和2只干枯的手，像老树枝一样。想吃吗？他声音沙哑得像石头摩擦，特制的哦，只炸今晚的。我应该转身就走的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一刻我动弹不得。我点了点头，他便开始从车后拿出一个黑色的铁锅，倒入油，开火，等等，他根本没有开火。锅里的油自己滚了起来，滋滋作响，飘出扑鼻香气。他抓了一把什么东西丢进锅里，那声音脆响有力，就像炸鸡块落油的声音，让人忍不住吞口水。来，特制综合，现炸，热的。他将一包纸袋递给我，还贴心地附上一根竹签。我坐在摊子前的小塑胶椅上，灯光昏黄，空气里浓得化不开的炸物香气围绕着我。我咬下第一口时，心里竟升起一种莫名的安心感。那香酥的外皮，热乎乎的肉汁，淡淡的酸味与9层塔的香气在我舌头上炸开，仿佛这不只是一块盐酥鸡，而是一段记忆，一段我失落许久的温暖。我低着头，一口接一口，嘴巴停不下来。但就在我吃到第3块的时候，我忽然咬到了一样奇怪的东西，细长硬硬的，还有点弹性。我以为是鸡软骨，可当我把它吐在手里，灯光照下去，我的手指开始发颤。那不是鸡骨头，那是一根人的指骨，还有残余的皮肤粘在上面，指甲裂成2半。我猛地抬头，整条巷子变了样，原本昏黄的煤油灯变成了一片暗红色，像血液凝成的灯罩。摊子后的老板脸上多了一张脸皮，就像从谁脸上剥下来贴上去的。他那双手不再是手，而是长满油泡的爪子，一边滴着热油，一边抓着塑胶袋往我这边丢来。吃啊，还有很多，今晚才刚开张呢。我跳起身想跑，却发现双脚没有办法移动，像被炸物油渍粘在地上一样，四周的墙壁也开始变形。它们不再是砖墙，而是血肉拼接的躯干，一个个嘴巴从墙面长出来，龇牙咧嘴地发出咀嚼声。我想尖叫，可声音被什么卡在喉头，只能喃喃低语。那声音不属于我，像是另一个人躲在我身体里，用我的声带说话。这味道真的太怀念了。我看见自己的手还在不停往嘴里塞着盐酥鸡，那根沾满血的竹签刺进我嘴角，我却连痛都感觉不到。老板走到我面前，将斗笠轻轻揭开。我终于看清楚他的脸，那不是脸，是无数人的脸缝成一张的脸，每一张脸都睁着眼，张着嘴，像在尖叫，又像在祈求。你吃了就得留下来，这摊车需要人手。
他笑了，从车后拖出一张空椅子，然后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再次睁开眼时，天一亮，我坐在巷口的塑胶椅上，身上满是盐酥鸡的油渍。巷子干干净净的，摊车早就不见了。我手上还拿着那根竹签，竹签末端穿着一小块焦黑的肉。我本能的想丢掉，但那一刻我闻到那熟悉的味道，又一次忍不住吞了口水。我还想吃。后来我查遍网路，翻遍旧报，只找到一条早年的新闻：本市某巷发现非法屠宰场，现场留下多具不完整尸体与疑似烹调痕迹，警方未公布细节。唯一目击者因精神异常送入疗养院，反复提到盐酥鸡很好吃，他们还活着。那是20年前的新闻，而那间疗养院就在我公司后巷的尽头。我不敢再走那条巷子，可每当加班夜深，胃开始抽痛的时候，我还是能闻到那熟悉的香味从下水道、电梯缝、楼梯间悄悄地飘出来。他在等我，而我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再走进去，因为那份盐酥鸡的味道是我这辈子唯一吃过的人情味。你坐稳了，听我慢慢说。这故事啊，是我从小听到大的，也许你会当它是民间传说，是乡野怪谈。但对于我们这些从那条老街长大的人来说，它从来不是什么故事，而是一段被埋进糖衣里的真相。那是我回老家的那年冬天。老家在南部的一个小镇，虽然称不上偏僻，但近年来发展缓慢，越来越少年轻人愿意留下。我也是10几年前离开的，这次回来是因为母亲跌倒住院，我得回去照顾几天。老街还在，那些斑驳的砖房和低矮的屋檐都没有变，唯一不同的是人变少了。走在街上，你会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在墙壁间反弹，空气里夹着湿气与老木头的味道。就在我拖着行李穿过老街时，一个声音让我整个人僵住：叮叮糖葫芦。那声音清脆柔和，像是从某个旧卡带里放出来的旋律，但音调太熟悉了，熟悉到让我心头猛地一震。我转过身，果然在街角的那棵老榕树下站着一个扛着红色担子的老人。他穿着破旧的中山装，背稍微驼着，手里摇着一根金属小铃铛，那声叮叮就是从那儿来的。我看着他，心头升起一股诡异的错位感，因为他跟我童年记忆中的那个糖葫芦小贩长得一模一样。不对，不是像，是一模一样。怎么可能？那可是20年前的事了。我还记得很清楚，那是我们一群小孩放学后最期待的，就是在街尾听到那声音，然后飞奔过去凑钱买糖葫芦。那小贩总是笑眯眯的，说话慢条斯理，挑子上挂着一排排红得发亮的糖葫芦，每一串都像是刚出炉的珠宝。那时我们班有个同学叫阿义，他特别爱吃糖葫芦。他家境不太好，但他总能凑出钱买一串，有时还会多买一串请我们吃。可就在某个冬天，他忽然失踪了。老师说他是被人拐走了，家人报了警，却没有下文。从那以后，老街的糖葫芦小贩也不再出现。大家都说只是巧合，但孩子们之间开始流传，阿义是被糖葫芦小贩带走的。我本来也以为那只是小孩的想象，直到今天。老人看着我，笑了，他的眼神带着某种粘稠的熟悉感，嘴里轻声说道：你还记得我吗？我的背脊一寒，那声音太熟悉了，太真实了。那不是那个老人的声音，而是阿姨的声音。我强忍着颤抖，慢慢走上前。他挑子上的糖葫芦一样整齐排列，每一串都红得不自然，糖衣光滑得像塑胶，反射着微弱的阳光。你吃一串就会记起来了。他把一串递给我，语气就像20年前放学后那句：来，
这串请你。我手抖着接过那串糖葫芦，竹签温热，像是刚从谁手里传过来的。我低头看，那一颗颗山楂果被糖衣包裹得晶莹剔透，但中间的那一颗却微微隆起，看起来不像山楂，更像是什么圆圆的器官。我还没来得及细看，手却仿佛不受控制地把糖葫芦送到嘴边。第一口咬下去的时候，我立刻知道我犯了错。糖衣碎裂的声音不是脆响，而是粘稠与裂开的声音，像是撕裂前硬的皮肤。舌尖立刻感受到一股铁锈味，然后是一种熟悉却说不出的心甜。那不是山楂，那是人肉。我想吐，可嘴巴却像被什么粘住。糖衣融化后，那块果肉自己滑进我喉咙。接着，我的视线模糊了，脑中出现了一幕幕画面。我看见阿义，他跪坐在一间阴暗的屋子里，四肢被捆，嘴里塞着布。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，脸色苍白。他的对面是那个糖葫芦小贩，拿着长针与糖浆，一颗颗的把孩子的眼珠子摘下，塞进糖浆锅里。我想尖叫，却发现自己已经跪倒在地，手上的糖葫芦掉落，滚到地上，碎成数颗指节大小的红球。我抬头，那个小贩站在我面前，脸上的皮像面具一样开始松动，从脸颊处裂出一条缝，里面流出鲜红的糖浆。他缓缓低头，语气仍是温柔：吃下它们，就会记得它们，记得它们，就能带它们回来。我不想记得，我颤抖着回答：你已经吃了，记忆会回来的，每一口都是一个灵魂。我跌跌撞撞地逃出老街，冲进医院。医生说我可能是低血糖导致幻觉，但我知道那不是真的，因为当我照镜子的时候，我的舌头上还沾着一小片糖衣，里面包着一颗小孩的牙齿。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我站在糖葫芦担子后头，看着一群孩子涌上前，我的手自动从箱子里抽出一根串好的糖葫芦，递给他们。我看见那串糖葫芦的中间挂着的不是山楂，而是刚摘下来的眼珠，还带着视网膜的血丝。当我醒来时，枕头湿了一大片，不是汗，是糖浆。从那之后，我再也没有踏进老街半步。可有时候夜里窗外风声响起时，我还是会听见那声音在我耳边摇晃，叮叮糖葫芦，而我的舌尖会不由自主地舔起牙缝间那残留的甜味，仿佛那段被吞下去的记忆正一点一点地在体内发酵变质，直到我自己也挑起那红色担子，走回那条街口，摇起那根铃铛。你想听雨夜的故事？那你可得仔细听好了。我说的这事发生在一座永远下雨的城市里，那儿的居民早就习惯了潮湿的衣角、锈蚀的栏杆、永远晒不乾的棉被。他们也习惯了那个卖伞的老人只在雨夜出现，从不说多余的话，只会说一句买把伞吧，成了他，雨就进不来了。这样的事你信不信？我本来也不信，直到那年我搬去那里工作。那是一份新闻剪辑的职缺，薪水不高，但包住宿。租给我的是一间老公寓，1层3户，我住中间。搬进去第一天，天气就很阴。我记得当时房东交完钥匙后说了一句话，语气平淡，却让我有点不安。他说：伞不要乱买，尤其是晚上买的。我笑着点头，当他是迷信，莫当回事。结果当晚果然下起雨来，细细的，冷冷的，从屋檐滑下来，像一条条无声的绳子。我站在窗边看着发呆，突然听见巷子里有个声音传上来：买伞吗？雨再大都不会湿的伞哦。那声音不大，却像是直接钻进我耳朵里。出于好奇，我披了外套走下楼。巷子口站着一个老人，身形消瘦，穿着破旧的雨衣，头上是宽大的斗笠，看不清脸。他的脚边摆着一个木箱，
箱里立着一排伞，每一把都黑得发亮，像擦过的棺木漆。买伞吧，他轻声说，这伞不沾雨，也不沾命。我心里一阵发寒，正想拒绝，就在那时，天忽然大开，暴雨倾泻而下，冷得像针。我浑身湿透，那老人却依旧站在雨里，一滴雨都没有打在他身上。那一刻，我不知道是狼狈还是恐惧驱使我，竟鬼使神差的从皮夹里掏了200元给他。他递给我一把伞，伞布冰凉，骨架细长，握在手里仿佛活着一样，微微颤动。我撑起伞，雨果真停了，准确地说，是伞外还在下，伞内却如被切割了一般，寂静无声。我抬头看老人，他已不见了。四周的巷道空荡荡的，只有雨声如鼓。我撑着伞走回公寓，奇妙的是，除了刚才那瞬间，我身上甜得像从没有淋过雨一样。我把伞放进伞桶，那伞自己慢慢合上，像在闭眼。接下来几天，我都没有再遇见那老人，但伞却开始发生奇怪的事。第一晚，我听见阳台传来滴滴答答的声音。我打开灯，只见伞自己立在那里，尖端朝下，地上湿了一滩黑水。我确定我没有把伞放在那里，更别说伞怎么会滴水。第二晚，我做了个梦，梦见我在大雨中走着，伞下有个人影和我一起走。我回头看，是个脸被撕掉一半的女人，她眼睛直直看着我，嘴巴缓缓开合，伞不能收。我惊醒，满身冷汗。客厅里那把伞又自己立着，伞布微微张开，像张嘴要说话。到了第3天，我开始感觉到那伞在跟着我，无论我走到哪，它总出现在不远处。上班途中，办公室角落，甚至洗手间门外，有人看到他还开玩笑，你真爱惜伞，连上厕所都带着。我笑了笑，却不敢说我根本没有带他出门。第7天，雨停了，整座城市破天荒的放晴。阳光洒下来时，大家都跑出来拍照晒衣服，仿佛这是全城的嘉年华。唯独我蹲在家门口，看着那把伞发愣，因为它动不了。那伞像是粘在地上，骨架像瘫掉的四肢。阳光一晒，它伞面竟慢慢皱缩，像皮肤遇热，发出滋滋声。我伸手去摸它，瞬间一股灼热从手心窜入手臂。我惊叫一声弹开，只见掌心浮出一个烙痕，像一张小小的脸，双眼闭着，嘴角下垂。我开始查资料，翻遍本地论坛和旧报纸，终于在一篇失踪人口的新闻留言底下看到一则匿名回复：买过那把伞吗？别撑到雨停的时候，撑太久你会被留在伞里。那天我喝了太多咖啡，凌晨还睡不着，就决定把那伞扔了。我拿着伞下楼，一路走到垃圾场，把它往垃圾桶一丢。那伞掉落的一刻，传来一声低低的哭声。我猛地回头，周围没人，只有我的影子。不对，影子里多了一个人。我吓得拔腿就跑，冲上楼关上门，整晚开着灯，等到天亮。隔天，新闻爆出有个清洁工在垃圾场昏倒，嘴里不停喊雨雨，别让我撑伞。我开始意识到，这伞根本不是用来遮雨的，它是某种交换契约的媒介。你用它避开了现实世界的苦、风、雨、病痛、意外，但它会拿走你的一部分影子、记忆，或者更糟的是你的存在。第10天，我照镜子时发现自己在阳光下竟然没有影子。同事也开始说我怪怪的，说我总是坐在那里发呆，对话只会单字，有时候说的话还让人鸡皮疙瘩。我知道，我正在被那伞取代。那天晚上，我再次听见熟悉的声音从窗外飘进来。买伞吗？这把伞遮得住雨，也遮得住命哦。我打开窗，那个老人又出现在巷口。他的斗笠底下是一张仿佛快要融化的脸，眼睛凹陷，嘴巴张开，里面塞满了一根根伞骨。
他笑着看我，轻声说：“你用的不错，那就轮到你了。”我低头看，那把我以为丢掉的伞，此刻正安静地立在我房间中央，黑色的伞布慢慢张开，如同一张等待吞噬的嘴。我已经忘记自己是谁了，也忘了什么时候开始，身体变得这么冷，这么透明。有时我在街头游荡，看着一个又一个湿透的人经过我身边，然后轻声说：“买伞吗？这伞很钱的哦。”你有一天会在雨中看见我，站在巷口，斗笠低垂，手里握着一把黑伞。当你伸手接过它时，你会觉得一切都很好。雨停了，世界前了，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可你别忘了，那些在雨中消失的人并没有离开，他们只是变成了伞里的影子，等着下一个和你一样在雨中躲避现实的人。喜欢这些故事的话，记得订阅鬼影档案馆，点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每一部恐怖小故事哦。鬼影档案馆，我们下次见。